嗨，你好，我是 Von。这支影片是 DataView 教学实作篇的下集。上一集呢，我们架好了资料库的基本架构，这一集则要开始新增检视模式，最后则有教你实现卡片检视模式的 bonus 环节。让我们再看到 Books 这一则笔记，在上一支影片，我们有新增了一个 H1 层级的标题，叫它 DataView。而现在在这边呢，我多新增了一个 H2 层级的标题，叫它 View All， 也就是检视全部。然后我把这一张我们刚才制作出来的最大张的表格给放到 View All 的标题底下。那在 View All 之上呢，我就要开始新增一些其他的第二、第三层级的标题，然后在这些标题的下面建立我们各种各样的检视模式。首先第一个我想要建立的是依据我对这本书的持有状态来分类的检视模式。我希望达到的效果是，我在这一个 Books 的页面上面的时候，我可以一目了然的知道我的实体书，我的书架上面有哪些书，然后我的平板和手机里面我所拥有的电子书又有哪些书。我想要把这两类的书本分别的列在不同的表格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先来复制一下底下 View All 这个大表格。这个大表格的程式码是我们所有的基础。贴过来以后，我们就要开始在这边进行一些修改，追加一些条件。那究竟要怎么依照持有状态来做特定的过滤呢？很简单，我们一开始用过的这一句话 e-contents 又要再次登场了。我们直接把这句话先复制过来，然后因为这是一个追加上来的条件，所以我用一个 and 的关键字作为开头，然后把刚才复制的这句话贴上来。在这边我要修改一下，在栏位名称的部分呢，我把它改成持有状态。然后在本来有着连接 Books 的这个部分呢，我把它删除，改成在两个双引号中间的实体书三个字，然后我把游标移开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所有的实体书总共有5本书都被叫出来列到了这一个表格里面。这就是 e-contents 这一句语法它的功能，它适合用来帮我们筛选 list 类型、选择题类型的选项。这边放栏位的名称，然后逗号的后面则放选项。要是选项本身它是一个档案连接，比如这边的 Books 连接的话，我们就把它放在两个中括弧里面。要是选项本身它是一个文字，比如这边的实体书，这个地方实体书它是单纯的文字，是单纯的文字的话呢，我们就把它放在双引号，夹在双引号的中间，这样它就会正确的运作了。于是就完成了。这边的这一个 view 是所有的实体书，那么我就在这里给它一个第三层级的 H3 标题，然后写下实体书。接下来我还想制作一个电子书的 view， 那我先把标题给打出来。那接下来电子书的话，它的条件就比较复杂一点了。在我现在所建立的这个资料库中，可能是电子书的情况有哪些呢？我们来这边看一下。在持有状态这边，我的电子书其实包含了读墨电子书、Kindle 电子书，还有图书馆 HyRead 一样也是属于电子书的范畴，都是我只要打开我的平板手机就有办法取得的书籍。也就是说，在电子书的这个检视模式之下呢，我想要找到的是它只要是 Kindle 或者是读墨或者是图书馆 HyRead 这3个选项中的任意一个选项都可以，所以就是一个集合运算中的取连集的意思。那具体要怎么做呢？首先我先把我们需要的条件给打出来，它可以是 Kindle。 那这里呢，为了方便大家阅读，我在这里大胆的换行，然后按下 Tab 来做缩排。这边跟大家说明，我们在 DataView 的语法区块中写任何的东西，不管我们是输入1个空白键、2个空白键、3个空白键，或者是换1行、换2行、换3行，对于 DataView 这个程式，对于电脑而言，它看起来都只是一个空格。很多程式语言都是这个样子，因此我们可以依据我们自己人的眼睛阅读的需要，随意地去按一些 Enter， 按一些空白键，都不会影响到程式的运作。那在这边呢，我再换1行，然后呢，再一样贴上这一行一次。第二个条件，我是希望持有状态读墨。那第3个条件呢，则是持有状态图书馆 HyRead。它们之中只要有任意一个符合就可以了。所以我会把这3个条件之间用 OR 这个关键字来连接起来。OR 这个关键字代表的就是取连集的意思。但是不要忘了，上述这3个条件它是一体的，这3个条件加起来是一个大条件，所以在这边我要用一个小刮弧把这3个条件全部刮在一起。像这样，在这个小刮弧的中间有这3项条件，这3项条件被 OR 连接起来，所以这3项条件之中只要符合任一项，那这一个大条件就被认定是符合的了。
像这样取完连集以后，我们把游标移开这个 Data View 的区块，就可以看到目前的资料库里面我所新增的4本电子书都正确的被抓出来列在这里了。那接下来针对这张表格，我们也可以修改一下，因为毕竟这边我们都已经知道持有状态绝对就是实体书了，那就没有必要再让持有状态这个栏位在这里占空间了。所以我们可以点开，把持有状态这个栏位很大胆的删掉，再把游标移开这个区块，我们就可以看到现在这张表格变得干净了一些。这边另外跟各位补充说明一点，为什么我们需要使用这些井字号 H1、H2、H3 层级的标题呢？有一个好处，就是当我们打开我们右侧的工具面板，并且打开到这个 Outline 的 tab 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则笔记上面所有用井字号新增的标题都按照它们各自的层级缩排排列好在这边，我们就可以很轻松的用点击的方式转换到不同的 view 底下。接下来呢，我还想再新增一种检视模式，是依据我的阅读状态来筛选。那来到前面栏位一览，我们就可以看到阅读状态一样，也是一个使用 list 这一种 property type 的选择题类型，所以做法其实会跟刚才差不多。让我们当做复习再试一次。首先把我们作为基本的 view O 的程式码复制过来，然后跳到上面，新增一个第2层级的标题，依阅读状态分类，把它贴过来。然后呢，我们要来再新增一个条件 and， 不要忘记输入 and 这个关键字，贴上，把前面的栏位名称改成阅读状态。这边的值要放什么呢？我现在想要找阅读中的书，所以我们就打一个双引号，在里面输入阅读中，再用一个双引号把它包起来。像这样，我们就会得到所有在阅读中的书籍了。那么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想要筛选读完的书籍，我们只要直接修改这个位置，就会发现所有读完的书都被列出来，想读的书也一样，全部都同理可证。那你想不想要在这边分别新增 H3 标题层级的阅读中、读完、想读，然后把每一个 view 都做出来，让它时常待在这个页面上，就是个人喜好了。我自己是觉得没有这个必要。我现在想要看什么，我只要直接点到依阅读状态分类这个地方，点开它，然后来到这边，把引号中间的字改成我现在希望筛选出来的选项就可以了。所以我这边会很简洁的只建立依阅读状态分类这个层级的标题就好。不过在这边呢，我还有另外一个需求，会需要特别一点的检视模式，就是假设现在我读完了书，我想要找一本新的书来读，那当我搜寻想读这一个阅读状态的时候，就会发现除了全新的我还没有读过的书以外，我已经读过一次想要再读一次的书也会一样被筛选出来。它会以同时拥有读完跟想读这2种阅读状态的方式出现在这个画面之中。因此如果现在我是想要找一本新书来读，如果我的需求是这个的话，那我要怎么请这个资料库端出我需要的东西给我呢？在这边我就要新增一个寻找新书专用的 view，然后在寻找新书这边呢，我们一样先把这个基本的语法复制过来。那寻找新书的条件其实很简单，就是它包含了想读这个选项，但是不能包含读完这个选项。因此我们再新增一个 and， 然后呢，先把这一句话同样复制过来，贴上，把想读改成读完。那现在这个状态当然不对啦，它会筛选出同时拥有想读跟读完2个状态的东西，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不过不用着急，我们只要在读完这个条件的 e-contents 的最前面，不用任何空格哟，我们直接加上一个惊叹号，英文的惊叹号的符号，它就会变成否定这一句话的意思。也就是说，它要含有阅读状态想读，但是不能含有阅读状态读完的选项。我们再次把游标移开，这一次它就正确地帮我们找出了一本我们从来还没有读过的想读的书了。以上透过这个例子教给大家否定的用法。如果你希望不要出现某个选项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在前面加一个惊叹号。另外，眼尖的观众可能有发现，我们最一开始拿来排除模板用的等于 false， 这个不是也是否定的意思吗？没错，其实呢，等于 false 跟惊叹号这2个东西基本上一模一样。比如说，我把这个等于 false 删掉，然后在这边加上惊叹号的话，效果一样。然后我把这边的惊叹号删掉，在这里加上等于 false 的话，
效果也是一模一样的。这两个东西的使用基本上可以互换。我这边之所以用了2个不同的方法，就纯粹只是刚好当下顺手而已。不过这个惊叹号和等于 false 在严格上来讲其实是有意义的差别的。差在哪里？我用下一个例子来跟各位说明。下一个例子，我想要做的事情是，刚才我们有帮书本新增一些书本类别嘛，而现在呢，我想要做的事情是把所有没有被分到任何类别的书本给挑出来检视。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一样先把这个基本的语法复制过来，然后删掉我们不要的部分，保留最上面的基本区块。在这里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很简单，我们就是想要筛选出书本类别这个栏位是空的所有笔记。那我们在这里要输入的就是 and 惊叹号书本类别。那这句语法的意义要简单翻译的话，我们可以把惊叹号理解为没有的意思。惊叹号就是没有书本类别。点开来，我们就会发现它把没有书本类别的东西帮我们筛选出来了。不过这边就需要特别注意了，等于 false 在这个场合就无法跟惊叹号互换来使用。不信的话可以直接来试试看。假设我们把这个惊叹号删掉，然后改成书本类别等于 false 的话，会怎么样呢？DataView 会找不到任何东西。具体的理由是什么，我会在我们的理论篇解释 checkbox 这个属性的用法的时候再详细的说明。目前就先记得惊叹号可以直翻为没有，但是呢等于 false 它就是一个比较严格的否定的意思，那应该就不会搞错了。好的，那现在让我们把这一个算是错误的语法修正回来，把等于 false 删掉，然后把我们的惊叹号加回去，并且呢，帮我们这里的检视模式加上寻找未分类书籍这样的标题。接下来我们还要再来新增一个 view， 这是我今天要帮这个资料库建立的最后一个 view 了。这个 view 我觉得尤其的有用，同时呢，透过这个 view 的示范，我也要再介绍3个新的概念给你。这个 view 的名字呢，叫做最近使用过的 N 本书。简而言之，我想要找出我最近用过、读过、做过笔记的那几本书。那这个功能应该怎么达成呢？想要知道哪几本书最近用过，那我们就需要知道这个档案最近一次被修改是什么时间。但是我们这个资料库所拥有的任何一个栏位都没有这样的属性，那该怎么办呢？不用担心，这个属性啊，其实是一个默认栏位。英文叫做 implicit field， 是一个内建在每一个 Obsidian 的档案里面的属性，我们不用做任何事情，不用新增任何栏位就可以取用了。那这一个默认栏位的名字呢，叫做 file.mtime。M 就是 modified 修改过的缩写，所以这个栏位以我们的 property type 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日期加时间的栏位。这是什么意思呢？为了让大家方便看，让我们直接把底下的基本语法复制过来，贴到这边，删掉不必要的部分，然后呢，让我们稍微精简一下这个地方的栏位数量，然后在栏位的最后呢，我们打一个逗号，然后再加上 file.mtime， 新增这样子一个栏位名称，然后离开，我们就会发现它多了一个叫做 file.mtime 的栏位，然后在这一栏底下的格子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日期与时间。这里所显示的日期与时间，就是这些档案上一次被修改更动的时间了。好，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可以取得这个档案的修改时间了。那我们要怎么按照修改时间排序呢？很简单，输入 sort 这个关键字，然后 file.mtime， 然后再输入一个关键字 desc，就是 descending 降幂排列的意思。像这样再次点开，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所有的档案就依照时间的近到远，最近的时间排列在最上面，然后离现在比较远的时间排列在最下面。那因为这是一个动态的表格，假设现在我们点选一个在比较下面的档案，然后呢，我们来对这个档案做一些修改，然后当我们再次回到这里的时候，就会发现它已经更新了。这一份档案最近被更新过，它的 file.mtime 里面的时间变成了现在最新的时间，然后它也被排序排到了最上面这里来。那接下来是限制我只想要看我最近用过的某几本书，我们再输入一个关键字叫做 limit， 然后接下来很简单，你想要限制几本书就输入那个数字就可以了。比如现在我只想看3本，我就打 limit 3，再移开，
那这一次它就只会给我最近用过的3本书了。好的，现在这个 view 的功能面是没问题了，让我们对美观面再追求一点。这个栏位叫做 file.mtime， 看起来莫名其妙，不知道是干嘛的，我希望它漂亮一点。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在后面再输入一个 as 的关键字，然后输入一个任意的名字，比如说上次使用。像这样，这个栏位的名称呢就会被改成上次使用，看起来也比较有意义。那另外也有可能你觉得每一次在这个栏位中看到一大堆几点几分的时间有点杂乱，希望只是单纯的看到一个日期就好了，那这也有办法，我们只要把这边的 file.mtime 改成 file.mday 就可以了。像这样，这边就只会单纯地给我们一个日期。那当然，因为这3本书的修改日期都是同一天，所以现在也都显示着同一天。不过要记得，在我们底下排序用的 sort 这边，还是要输入 file.mtime 这个格子，才可以得到最精准的排列。当然，要是你不想要这个栏位，那完全可以直接把它删掉。像这样也没有问题。这些档案呢，依然都会依照它被修改的时间去做更新。到这里，这个资料库以及它的各种检视模式算是正式完成了。带大家从头再看一次这个资料库。首先，在这个资料库的最上面有使用说明，告诉了我们在这个资料库里面新增书本的时候要用的模板是哪一个，档案的命名规则是什么，然后要收集哪些资料，以及为什么要收集这些资料。第二部分则是 Data View， 各种不同检视资料的模式。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各自再精雕细琢一下，可以思考一下，在不同的检视模式之下，显示哪些栏位比较合理。比如在最近用过的3本书这边，我会让书本类别、持有状态跟备注都跑出来。至于 one-liner 这个一句话总结本书重点的栏位，我就不会让它出现了。接着是寻找未分类书籍和寻找新书的检视模式，然后来到了依阅读状态分类这边。在这里，针对这一个 view 本身，我也新增了一点说明文字。这个区块呢，是让我们自由筛选用的，我们可以视自己的需要，把底下的 e-contents 阅读状态后面的值改成我们想要的选项，因此我也把说明了这一件事情的文字写在这边，这样未来的自己来到这一个检视区块的时候才不会不知所措。另外我又多新增了一个读完的书这一个检视模式，在这个模式之下会把所有阅读状态包含了读完这个选项的书都列在这边，这算是一个自我满足提供成就感用的区块，所以又把它们特别列出来。那针对已经读完的书，我想需要显示的栏位大概只有这些：这本书的类别、备注，还有总结这一本书的内容精华的 one-liner。 后面的依持有状态分类这个部分，不管是电子书还是实体书，我都再稍微修改了一下，加上了排序的这个语法，让他们都依照最近使用过的顺序来做排序。实体书这边也是，我都多贴上了一行 sort file.mtime DESC。 然后最后就是 view all， 这边呢完全没有更动，一样是一张最完整的大表格，可供参考之用。像这样一则笔记，如果我们把它开到原始码模式的话，其实还蛮短的，因为全部都是一些小小的程式码而已。但是一旦关闭原始码模式，在动态检视的时候，因为表格的内容很多，就会变得非常的长。这个时候呢，使用这些层级的标题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可以点选标题旁边的这个小小三角形，把底下的东西折叠收合起来，像这样可以一一的折叠收合。最近用过的3本书，因为是一个很常使用的检视，我就不把它收起来了。那像这样，我们每一次点到这一则笔记，可以看到最近用过的3本书，然后往下滑会看到这一层一层的标题，就可以根据需要打开我们想要看的 view。看完以后呢，可以再把它收起来。这也是另外一个比较方便的在这个笔记之中跳动的模式。使用这个方法的话，我们就不一定需要打开右侧工具面板看这边的 outline 了。当然，当我们的书本非常非常的多的时候，把一个标题打开来，底下可能就会变成超级长的一串。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希望，你也可以再创造一个笔记，比如我们就叫它 books view all。 然后呢，你猜到了，我们把这一段文字剪下，然后贴上。这个时候可以再帮这则笔记加上一个自定义的 up 属性，向上连接回到我们的 books 笔记来。那这个时候呢，在 view all 这边，它底下就没有真正的语法，而是我们可以点到另外一则笔记来做检视，
这样看起来可能会比较干净，也让你感觉舒服一些。使用连结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你不一定要点进去，你只要把滑鼠游标移上来，然后按住 Command 键，这则笔记的内容就会跳出来在这个小视窗里面，让你可以用滚动的方式做快速的检视。好，那接下来是一个 bonus 的环节，我们要来让我们的资料库变美，把 Data View 本来的表格检视呢，变成很漂亮的一张一张卡片一般的检视模式。那这个卡片检视的功能呢，其实是一个叫做 Minimal 的 Obsidian 布景主题它附带的功能。不过呢，我们并不需要套用这个布景主题，你可以使用任何你自己喜欢的布景主题，然后呢，只把 Cars 这个功能的部分截取出来使用。现在就要来教大家怎么做。那如果是一般的做法的话呢，首先我们会先需要去这个连接这个下载点，下载一个特定的叫做 cars.scss 的档案，里面有实现这个功能所需要的语法。下载以后还没有完，我们还必须把这个 scss 档案用特定的方法转换成 CSS 档案以后才可以使用。那这边这个麻烦的手续呢，我已经帮大家处理好了，我会直接把这个可以用的 CSS 档案分享给大家。那我们有了这个 CSS 档案以后呢，我们就要来到我们的档案的根目录，然后呢找到这一个叫做 .obsidian 的资料夹。那要是你看不到这个资料夹的话呢，你需要把隐藏的资料夹显示出来。在 Mac 上面我们有快捷键 Command Shift 跟 Dot， 它就会隐藏，再按一次，同样的快捷键就会显示出来。那如果是用 Windows 电脑的话，自己 Google 一下显示隐藏的资料夹，就知道怎么更改设定了。那找到这个 .obsidian 的资料夹以后呢，点进来，你会看到一个叫做 Snippets 的资料夹。那要是没看到的话，不用担心，你自己新增一个资料夹，然后把它一样取名叫做 Snippets 就可以用了。我们进到这个 Snippets 的资料夹，然后呢，把刚才准备好的这个叫做 CSS 的档案呢移进来，放进来以后呢，我们要再回到 Obsidian 里面，打开我们的设定，然后呢，在 Appearance 这个地方往下滑，你就会看到有这个叫做 CSS Snippets 的选项。那我们刚才放进去资料夹里的档案档名就会列在这边了。那记得确认一下这个地方的开关，你要把它打开，如果关掉的话，它就没有作用了。我们记得把它打开，打开以后，我们就可以来创建一个新的档案，专门用来显示我们的卡片检视模式。那在这边呢，就让我们创造一则新的档案，叫它 Books Card View。然后在这个档案里面，我们就要放入我们想要以卡片模式来检视的 Data View 语法。这边我们就以 View All 检视所有书本的语法为例，这一串语法呢，复制过来。然后贴上。那为了让它以卡片的方式显示，我们还需要多进行一道工程，让我们再打3个短线，叫出 property 面板。在这边我们会使用一个特殊的 property， 叫做 CSS Classes。这个 property 是 Obsidian 的一个预设的 property， 所以你只要在这里框框输入 CSS 3个字，它应该就会自动跳出来，让你可以选择了。套用以后，我们会发现到这个 property 的类型呢是一个 list 选择题的属性，所以我们可以在里面新增很多个不同的选项。首先呢，让我们输入 cards， 这是第一项，按 Enter。那套用下去的瞬间，你就会发现底下这个本来只是显示着 Data View 表格的区块呢，马上就变成了有着一张张像卡片一样的状态了。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发现，我在一个卡片里面显示这么多的属性，看起来太冗了。那这边呢，我们就可以自己再来调整一下，我们只要把不想要显示的栏位直接删掉，比如说，像这样封面图一定要留着嘛，有图片才好看。然后其他的东西呢，我们基本上都把它删掉，只留下作者跟封面图这2个栏位就好了。像这样，看起来呢就会清爽很多。这样我们就调整好了这个卡片检视模式底下要显示的资料内容。那接下来进一步的，我们也可以调整这个卡片检视模式要占多少的版面。比如说呢，我们输入这个指令 cart 一个短线 cos 再一个短线，然后这边我们可以输入一个任意的数字，比如输入3好了，按下 Enter， 它就会变成有3栏的模式的排列，这样子这个卡片的 size 就会小一点。当然想要更多栏也可以，比如说它最多可以支援到8个栏，那我们就试一下好了。像这样它就会变成一列显示8张卡片，非常小张的卡片的状态。那另外呢，我也有给大家这个 Cards 的使用方法的官方说明文件，大家也可以点上去阅读一下。那底下这个表格呢，我是从官方文件直接复制贴上过来的，有很多其他的功能，使用方法都很简单，你就是直接把这个字串复制过来，然后一样贴到这边，让它成为这一个 CSS Classes 的这一个 property 的下一个选项。
这样就可以套用不同的效果了。我现在套用的这个效果呢，是让卡片中的图片变成长笔宽1:1正方形的样子。大家也可以自己用这张表格玩玩看，怎样的排版你看得比较顺眼。那这边我也来调整一下，把它改回我看得顺眼的样子，让它每一列显示3张卡片。然后又觉得显示作者的名字好像还是有点冗，所以就再把这个栏位也删掉，只保留档案名称和封面图。那现在这个卡片检视模式就算是大功告成了。我们的最后一个步骤是把这个档案的连结插入到我们的 Books 笔记里面，方便我们跳转到卡片检视模式。更进一步，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 Card View 笔记里面用一个我们自定义的 Up 的 Property 把它连回我们的 Books 笔记。好的，以上就是实作篇的全部内容了。语法并不多，但是可以应用的范围非常广泛，鼓励大家多多尝试。如果本教学对你有帮助，别忘了帮我按赞、订阅、分享，也可以点选说明栏的赞助连结，用一杯咖啡来支持我继续做影片。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喽，拜拜。